郑一帆没好气的道：“你的意思是你大哥不是干实事的？”凤晴，我进入凤氏集团上班时，你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凤晴似笑非笑的，事实是大哥进入凤氏集团的时间很早，但大哥做出了什么成绩？我说是凭着你自己的实力做出来的成绩，过去划到你这里的成绩都不是你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你比谁都清楚，就不要让我说了吧。我进入凤氏的时间是很短，现在我坐在哪个位置上？大哥，我已经说得很清楚的，想干下去就好好的干，认真点，不要老想着霸占别人的成果。郑一帆脸色难看，我就说了2句，你反驳我几十句，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你大哥也是要面子的。大哥回去做事吧，我准备一下也要出门了。凤晴懒得再和大哥说下去。郑一帆默了默后，拿起了文件夹，人跟着起身，深深地看了凤晴片刻，嘴皮子动了动，但最后却什么也没有说。凤晴看着他，没有错过他脸上任何的表情，见他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拉开椅子扭头就走。大哥，倒是凤晴忍不住叫了大哥一声。郑一帆顿住脚步，扭头看他，问道：“还有事？”大哥，妈虽然走了，但我们是亲兄妹，一辈子的血亲。妈在九泉之下，肯定希望我们兄妹4人能够好好的活着。大哥，你说是吗？到时候清明，我们兄妹4人要一起去给妈上几支香。族里的人恨着咱妈，未必会去拜祭的。母亲虽说曾为家主几10年，但她做了太多坏事，族人早就对她不满。母亲的死也不光彩，清明时节，真不敢指望族人能去拜祭母亲。郑一帆抿了抿嘴后说道：“我们倒是想和你好好的相处下去，但是你并没有将我们这些哥哥放在眼里，总是向着外人，根本不为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明明有机会争取，你偏偏装大度，要将一切还回去，他们就感激你了。”郑一帆这样说，凤晴叹了口气，兄妹俩的思想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多说无益。他敛回了视线，语气淡淡的：“大哥，回去做事吧。”自母亲走后，他做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他和3个哥哥考虑的，都是给兄妹4人铺退路。可惜哥哥们不懂，也不领情，只知道他将一切拱手让人，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也见不到他的努力，他的好。刚刚叫一声大哥，凤晴是希望能够唤醒大哥的兄妹情，不要一错再错，这是他在亲情上最后一次的挣扎了。可惜的是没用，大哥执迷不悟，那就做个了断吧。郑一帆从凤晴的办公室出来，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先是给自己倒来了一杯温开水，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掏出手机，边喝着水边打电话给凤若的亲大哥。等到对方接听电话后，他低声吩咐着一切按照计划行事。凤晴等会儿就去丰泽大酒店和客户谈生意，谈完生意就在那里吃饭。他们谈生意吃饭的时间会很长，等他从丰泽大酒店出来已经是晚上，他晚上估计不会再去其他地方，你们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等着就行。他的车牌号码是 XXXX， 记住了吧？郑一帆说清楚凤晴的车牌号码，让凤若的亲大哥记住，也发了信息给对方的。只要记性不是特别烂的人，都能记住凤晴的车牌号码。凤若的哥哥应着记住了，那我们得准备起来，想办法让凤晴喝点酒。他喝了酒，醉醺醺的更好行事。毕竟他们不能保证制造的车祸能够成功，车祸不成功的话，只能实施第2个方法，就是绑走凤晴。凤晴虽然没有学过拳脚功夫，但她从小就和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很厉害的，一般人还无法带走她，除非她喝醉了。虽然他们不疼爱凤晴，但凤晴在他们家里长大，凤晴的优点缺点他们还是清楚的。郑一帆呵呵地笑了2声，我2个弟弟会过去帮忙，他们练过几招再说了。
你们4个大男人还治不住凤晴一个弱女子，她打架再厉害，也不是你们4个人的对手。应酬谈生意，少不了喝酒的。她会不会喝醉，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她肯定会喝酒的，到时候直接劈晕她，然后拖上车，就赶紧绑住她的手脚，用胶布封住她的嘴，还有第一时间搜走她的手机，不给她任何机会报警求助。凤若的哥哥说道：“知道了，这个肯定的。行，那就这样安排了，你只要告诉我们凤晴的行踪就行了。还有，不要让幸海的知道，他那几个保镖太厉害。”郑一帆说道：“这个你放心，我又不是脑袋被门夹了，怎么可能会让海玲知道？海玲身边的几名保镖，最厉害的便是叫阿七的。听说阿七以前是战印的贴身保镖，深得战印的信任，跟在战印身边好几年。海玲要来江城的时候，他妹妹担心他，战印宠妻，便将自己身边最给力的2名保镖给了海玲，让他们保护海玲。还有陆家和商家的保镖，那2家安排给海玲的人也是很厉害的。郑一帆最终选择对自己亲妹妹下手，不敢动海玲，就是忌惮海玲背后的靠山，也知道海玲带着的保镖不好对付。凤晴虽说也会带着保镖，凤家的保镖是什么水平，郑一帆自认是清楚的。那就这样了，你记得叫你2个弟弟过来帮忙。凤若的哥哥想着，就算他们要死，好歹有郑一帆的2个亲弟弟陪着，要死一起死呗，他们有钱人的命比他们值钱多了。好，通话结束后记得删除通话记录。郑一帆提醒对方，知道了。结束了通话，郑一帆也删除了和凤若哥哥的通话记录，然后他发信息给2个弟弟，让2个弟弟抓紧时间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晚上不用加班，然后赶去和凤若的2个哥哥会合。X 省 A 市，欧阳婷从外面回来，车子行驶到公司门口就被迫停了下来。有人在公司门口摆了一片花海，公司的保安想驱赶那些人，他们却不为所动。保安似乎有所顾忌，并没有强行将那些人赶走。旁边还停着好几辆车，其中一辆是小货车，小货车上面还有未搬下来的鲜花。欧阳婷没有按车喇叭，那么多人在那里还摆满了鲜花，按车喇叭也没用，除非他不管不顾地开车压过去。欧阳婷下车走上前去看，婷婷，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欧阳婷望向开口叫喊他的人，秀眉轻蹙，他认的那个人是龙氏代理家主龙先生的长子龙拓。龙先生来了几次，说是谈生意的，不过预约的时间未到，哪怕他是龙家的代理家主，也没有特殊待遇。欧阳雅不见他，他还带着长子过来，依旧被拒于公司门外。后来龙先生离开了，但龙拓留在了 A 市，天天打电话发信息给欧阳婷，说对欧阳婷一见钟情，要追求欧阳婷。除了打电话发信息，龙拓本人也天天跑到欧阳家的公司，等着欧阳婷下班，给欧阳婷送花，请欧阳婷吃饭看电影，送各种女孩子都会喜欢的珍贵礼物，当真是对欧阳婷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除了追求欧阳婷，龙拓也在 A 市到处活动，洽谈生意，想在 A 市投资。不得不说，他还有点商业头脑的，他愿意投资的项目前景都不错。他在谈的几个项目，千寻集团也在谈，恰好就是欧阳婷负责的。2个人是见过几次面，每次见面欧阳婷仅限于礼貌和他打声招呼，就没有更多的交流了。但龙拓就是热情似火，追求欧阳婷追得热火朝天的。现在 A 市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隔壁市首富的大少爷对欧阳家的2小姐一见钟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大家都说2个人门当户对，郎才女貌。那些八卦多事者还去问欧阳二太太，想知道欧阳家的长辈们是否看好这门亲事。二太太没有任何的回应，不过私底下她问过女儿，
从女儿那里得到了答复，女儿对龙拓无感，两家不可能结亲。龙先生父子俩的野心太大，欧阳家虽说有了2位少爷，但2位少爷不过几岁大，既不能为姐姐们撑腰，也无法接班。那些强大的家族想与欧阳家结亲，谁知道是真心的，还是冲着欧阳家庞大的家业而来？龙先生，你这是做什么？欧阳霆无法纠正龙拓对他的称呼，嘴巴长在别人身上，人家想怎么叫他就怎么叫他。他纠正过数次，龙拓听不进去，依旧亲昵的叫婷婷，他总不能把龙拓的嘴巴封住吧？欧阳霆俏脸绷着，明显不悦。可惜龙拓是个厚脸皮的，他无视欧阳霆的不悦，指着一片花海对欧阳霆说道：“婷婷，我送过来的花你不想收，那我就让人在你公司门口布置花海爱语。你不想收我送的花束没事，看到这几个字，能相信我对你的真心吗？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二见倾心。”龙拓看欧阳霆的眼神深情款款的，好像他真的很爱欧阳霆。说句老实话，欧阳霆各方面都很优秀，配得上他这个龙家大少爷的。2个人年纪也相当，绝对能有共同的话题，就是欧阳霆还不肯给他机会，不接受他的追求。无妨，毕竟他开始追求欧阳霆的时间也不长。欧阳家由于阴盛阳衰，他们家的姑娘们谈恋爱时特别的谨慎，他能理解的。防着别人是冲着欧阳家的家产吗？龙拓虽然也冲着欧阳家的家产，不过见到欧阳霆本人后，他对欧阳霆还是很满意的，打心里愿意娶欧阳霆为妻。欧阳霆能力不错，以后夫妻俩强强联手，哪怕龙家真正的少爷回归，执掌龙氏家族，龙拓只要成了欧阳家的姑爷，他一家子也有条退路。若能接管欧阳家的生意，慢慢的让欧阳氏变成龙氏，他们就有足够的权势对抗龙氏家族，不用担心落得江城凤家家主的下场了。欧阳霆越是不接受他的追求，龙拓越心动，越有挑战性。龙先生，让你的人马上把这些花都收走，否则我就让人全都倾进垃圾桶里。欧阳霆扫了2眼用鲜花堆出来的爱语，没有新鲜感，千篇一律的我爱你。用花堆出一句我爱你容易得很，龙拓以为这样就能打动他的心，他就相信他是真心的了。别说是他不相信，就是他年纪最小的堂妹都不相信。小堂妹还跟他说，叫他不要被龙拓的俊逸以及甜言蜜语骗了，说龙拓的爸爸是个坏人，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不想有一个坏人姐夫。欧阳霆被小堂妹一本正经的提醒，说得哭笑不得的。他郑重地向堂妹们承诺，他们会有2姐夫，但绝对不会是龙拓。龙拓他还看不上眼。龙拓脸上的笑容僵了僵，很快恢复正常。他说道：“婷婷，别这样嘛，我是真心的。龙先生，我也是说的真心话。你再不让人将这些花搬走，我就让人全都扫进垃圾桶里。”龙拓看看自己的心血，纠结地对欧阳霆说道：“婷婷，我的一片真心在你面前，你就没有一点动容，没有一点感动吗？我长这么大，爱慕我围在我身边的女孩子无计数，我都不喜欢不心动，唯独见了你，我尝到了心动的滋味。为了你，我做了很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都要自我感动了。欧阳霆居然一点都不感动。感动？欧阳霆指着被花海霸占的地方，反问着龙拓：“你让人在这里堆了那么多的花，又带着这么多人围在这里，影响了我司员工出入，还耽误我工作时间。我看到的都是损失，看到的是你的霸道，蛮不讲理，没有看到你的真心真情。你说对我一见钟情是真心的，但凡你有一点的真心真情，都不会在这里做出这种事情，严重影响我司人员出入，为我带来负面的影响。”欧阳霆看着龙拓，严肃地道：“爱一个人，是凡事都会替他考虑，
替他着想，想着他好的，而不是像龙先生这样为了所谓的浪漫，不考虑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明知道我工作忙，时间紧张，你还弄出一大堆花花草草在这里挡我的路，浪费我的时间。龙先生，你说你这样做，是真的爱我吗？是真的为了我好吗？龙拓要是让人在门口旁边的空地上布置这一切，欧阳婷还无话可说，他偏要在公司的大门口还带了这么多人过来，让他公司里的保安都不好强行驱赶他们。保安们是知道龙拓的身份，也知道龙拓在追求他，一是担心强行驱赶会让两家结怨，二是担心他以后若接受了龙拓的感情，反过来秋后算账，保安们工作不保。欧阳婷不会怪保安们失职。龙拓与欧阳婷对视了片刻后，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说道：我要是不这样做，你连停都不会停下来，直接开车就进去了，我想见你一面都难。婷婷，我并非不为你考虑，实在是我太想见你，太想表达我对你的爱意，鉴于种种原因才会出此下策的。抱歉，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龙拓向欧阳婷道歉，你不喜欢我这样做，我就不做了。我马上让他们将这些划移到旁边的空地方去，保证不会挡住你公司员工出入。龙拓说完，立即吩咐他带来的人，将那些鲜花都搬到旁边去，不要再挡住千寻集团的大门口。龙先生，你想表达的意思我知道了，但我对龙先生真的无感，还请龙先生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这些花，龙先生最后让他们都搬走，往我公司门口堆这么多花，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死了，你们要给我花葬呢。龙拓，婷婷，别说死不死的，这些是代表爱情的红玫瑰。你知道我为了买来这么多的红玫瑰，跑了多少家花店吗？这都是我对你的一片真心真情呀。钱花了多少，那是小事。龙拓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子做这些事，他觉得他掏出来的真心够真的了。怎么欧阳婷还是油盐不进的？是欧阳婷有喜欢的男人了，还是他眼高于顶，没有男人能入得他的眼？但他打听到的欧阳家几位成年的千金都还没有男朋友，追求他们的人就很多，也没听说过他们看上谁。他们在爱情上保持着清醒，轻易不会动心，就怕落入了别人的陷阱，被别人拿捏算计了，坑了欧阳家。欧阳家大业大，还真没有几个人抵挡得住，谁不想占为己有？见欧阳婷不为所动，龙拓说道：我知道咱们才认识不久，我说我爱你，你是不会相信的，只会怀疑我对你的真心，怀疑我是冲着你们家的钱来的。我不怪你会这么想，想来你身边的那些追求者都是心怀不轨，给你留下太大的阴影，让你不相信爱情，不相信男人，不相信我对你的真心。婷婷，我龙氏家族并不输于你们欧阳家，甚至超越你们家。我身为龙家的大少爷，怎么可能冲着你们家的钱来？我龙家穷的只剩下钱了，其实我们俩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我们两家的财力雄厚，我们俩在一起只会是强强联手。欧阳婷很想说龙家是强大，超越他们欧阳家，但龙拓并不是龙氏家族真正的掌权人，就是龙拓的爸都不是真正的当家人。强大的龙家，龙家雄厚的财力，那是属于真正的龙氏家族当家人的。龙拓父子俩不过是代为打理，以为代理了就成他们的吗？若是上任龙家主的儿子长大成人，回归龙家，执掌龙氏家族，龙拓父子俩就什么都不是了。他们能拿到的只是辛苦费，是他们应得的那一份工资。没有了龙氏家族作为后盾，龙拓家里的财富远远不如欧阳家。龙先生心怀鬼胎，想的是什么？欧阳婷早就和长姐讨论过，对方的野心姐妹俩摸得一清二楚的。追求他们的男人哪个不说真心？哪一个会明晃晃地说
冲着欧阳家的财富来的。考虑到现在龙家还是由龙先生打理着，生意场上又没有绝对的敌人，欧阳婷才没有说出心中所想。他只是淡淡的说道：龙先生，我现在无心爱情，也没有时间谈恋爱，还请龙先生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天涯何处无芳草，龙先生去追求别人吧。龙拓换一个追求对象，还是能够轻轻松松就追到手的。他长得算是英俊，当然无法和欧阳雅的私厨相提并论。相较于普通大众来说，龙拓属于帅哥的了。加上他龙家大少爷的身份，出入都有豪车代步，带着一班保镖，威风凛凛的。不说他去追求别人，就是爱慕他、想嫁给他的女人也能排成一条长龙。当然了，若是遇到了豪门大族，人家清楚龙家的内幕，就不会被龙拓这个龙家大少爷身份所骗。婷婷，我只喜欢你，你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动心的女人。婷婷，你现在不喜欢我没事，日久见人心，总有一天你会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婷婷，我不会退缩，不会放弃的。龙拓又吩咐他的手下将那些花都搬回到小货车上，免得欧阳婷说堆这么多花，想花葬了他。明明是浪漫的事，在欧阳婷这里没有了一点浪漫感。龙拓在心里腹诽，若不是冲着欧阳家，不是冲着欧阳婷很漂亮，身材很好，他才不忍这口气。他在父亲那里夸下海口，保证自己能追到欧阳家的二小姐，再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龙拓心里对欧阳婷也有几分的喜欢，带刺的玫瑰越难采摘，越激起他的斗志。总有一天他会让欧阳婷对他死心塌地，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婷婷，今天的事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你别生气，晚上能一起吃顿饭吗？我来接你下班。龙拓笑着邀请欧阳婷共进晚餐。对不起，我晚上有应酬。欧阳婷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龙拓的邀请。龙拓追求她轰轰烈烈的，她只要和龙拓一起吃饭，就会被暗中盯梢的狗仔队拍到，然后明天她就能上 A 市娱乐新闻的头版头条。她不会给龙拓任何的机会炒作的。龙拓哦了一声，很失望的样子。那改天吧。对了，过2天你要出席一场晚会吧？我能陪着你吗？欧阳家的2位当家小姐轻易不会出席宴会，能请得动他们的，必定是本市的豪门大族，并且与欧阳家关系不错的。一般的宴会都请不动2位当家小姐。龙拓打听到了过2天，是某豪门的老太太过80岁大寿，要办寿宴，请大家聚一聚，热闹热闹。那家的儿媳妇与欧阳家的大太太，也就是欧阳雅的母亲私交极好，故而欧阳家的人都会参加寿宴，欧阳雅都会去。欧阳婷向来是姐姐的尾巴，自然也会去。不用，谢谢龙先生。欧阳婷依旧是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龙拓还想说什么，见欧阳婷流露出很不耐烦的神情，他打住，没有再说下去。等到他的人将摆在地上的花束全都搬回小货车上了，他一挥手，停在这里的车辆以及他的保镖团默默地给欧阳婷让出一条路。龙拓看着欧阳婷回到车上，看着他开车过来。婷婷，我爱你，是真的。龙拓还不忘大声说爱。欧阳婷车窗都没有按下，开着车直接进了公司。保安随即就关上了公司的大门。原本站在公司门口与龙拓的保镖团形成对峙的保安们，也回到了公司里，不再管龙拓一行人。龙拓站在公司门口，看着那栋办公大厦，直到欧阳婷的身影没入了办公大厦，看不见了，他才沉下脸来。欧阳婷，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成为我的女人，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等欧阳婷爱他爱得死去活来时，他再找几个情妇，让欧阳婷天天吃醋，酸死他。当然，他还是会娶欧阳婷为妻的，只有欧阳婷的出身才配得起他。
有资格成为他的妻子，替他生儿育女。有了孩子，欧阳婷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他，他才有机会一点点染指欧阳家的生意，达到霸占欧阳家的目的。父亲谋划的大事，谋划了10几20年，最终谋划成功，虽说走了一条漏网之鱼，不过是个小屁孩，能不能长大还是个未知数呢。等他们找到了那个小鬼，拿到了家主的印章、图腾等代表家主身份的信物，就斩草除根，他爸就能成为真正的龙家家主，而他则是龙家的接班人。到那个时候，区欧阳家，他都不放在眼里，想怎么拿捏都可以了。欧阳家的那几个女孩子听说长得都很漂亮，龙拓骨子里头继承了他爸的好色本性，还没有追求到欧阳婷呢，就想着连欧阳家其他小姐都收了，做着春秋大梦，好像欧阳家已经成了他的掌中之物一样。片刻，龙拓回到车上，吩咐司机开车。他一走，千寻集团门口恢复了安静。龙拓在 A 市买了一栋别墅，是打定了主意，没有追到欧阳婷，他就不离开。况且他也要在 A 市做生意，总要有个住处的，不想天天都住在酒店。他买的那栋大别墅距离欧阳大宅只有10分钟的车程，很近的了。回家的路上，龙拓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询问他在 A 市的情况。问过生意上的事后，母亲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道：“阿拓，你不要学你爸，真喜欢欧阳家的二小姐，就要真心对待人家。你爸这样的男人，心太花，嫁给你爸，那是倒了8辈子的霉，妈是没有办法。和你爸几10年的夫妻了，还有你们，有太多事情你爸都让妈参与其中，将妈牢牢地拴在他那艘船上，为了你们，为了我们家共同的利益，妈只能吊死在你爸这棵树上。但若是时光能够倒流，妈是宁愿一辈子不嫁，都不会嫁给你爸的。妈这么多年来忍了多少事，受了多少的委屈，你也是知道的，你们都知道心疼妈，就不要学你爸，好好的对欧阳家的二小姐，不管她怎么质疑你，日久见人心，只要你是真心真意的，她总会感动接受你的感情，不要心花花，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你爸都又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妈都懒得管，麻木了。龙太太并非不在乎男人的出轨，只是被伤的太多，心寒了，麻木了。如今夫妻俩没有离婚，是因为牵扯太多利益在其中，无法离婚。她怎么样无所谓了，只要丈夫的商业王国以后是由她的儿女继承就行，管男人在外面有多少女人，但她不希望儿子像老公那样。龙拓骨子里是继承了父亲的花心基因，至少明面上他还是比他爸要好太多的。母亲伤心难过的样子他见得太多，心疼母亲，也为母亲抱不平。劝过父亲的是父亲没有将他的劝说听进去，依旧在外面左拥右抱。妈，我爸去管城还没有回来吗？那个狐狸精竟然有几分本事，能让我爸留在那边几天时间。妈，我现在是真心真意的，可惜欧阳婷不相信我对她的真心。妈，你放心，我肯定只娶一个老婆的。儿子变了，跟着他爸出去一段时间就变了。都说儿子是很难共情母亲的，龙太太相信了，在心里叹了口气后，龙太太不再说下去，只是叮嘱儿子注意身体，就挂了电话。龙拓不知道母亲心里想什么，他以为母亲打这通电话真正的用意是想让他再干涉一下父亲的私生活，不要老是出去找那些图钱的狐狸精，也要回去好好陪伴一下他的母亲，毕竟他的母亲才是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是龙太太。外面的女人只能玩玩，是暖床工具，当不得真的。龙拓立即打电话给父亲，询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又委婉地提醒父亲要多花点时间陪陪他母亲，不要有了新人就不顾旧人的颜面，让旧人落泪。龙拓走后会做什么，欧阳婷不管，
他对龙拓无感，不仅仅是知道龙拓也心大，真正图的是欧阳家的家产。长这么大，能让他夸上2句的男人真的不多，战远是其中一个。饶是如此，他对战远也是纯粹的欣赏，并无爱意。他看得出来，战远眼里有的是姐姐身影，与他是姐姐的私处无关。战远就是一心只为了姐姐。以前不知道战远的真正身份，姐妹俩都对他欣赏不已。欧阳雅数次打趣妹妹，现在知道战远原来是管城第1豪门大族的6少爷，不管是出身还是外在条件，战远都配得上欧阳家的千金小姐。哪怕姐姐不承认，欧阳婷已经在心里认定战远最终会成为自己的姐夫，就是战远估计要付出很多才能与姐姐双宿双飞吧。毕竟姐姐现在是欧阳家的当家人，弟弟还小，不想那么多，顺其自然吧。欧阳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先把加急的事情处理好。略闲一点了，在傍晚快下班之前，她才上顶楼见姐姐。她敲门进去，见姐姐还在埋头工作，那专注认真的样子真美。欧阳婷都忍不住夸赞着姐姐：“大姐，你真的好美！我要是男人见了你，绝对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欧阳雅在一份文件上快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才抬头看着妹妹，好笑的道：“刚刚偷吃了蜂蜜，嘴巴这么甜，说的你不漂亮似的，咱们家的姐妹都不差。”欧阳雅不是自负，而是自信，说的也是事实。他们家的长辈个个都是颜控，男的娶妻千挑万选，不仅要家世相当，还要高颜值的；女的嫁人对丈夫的颜值也有要求。经过代代先辈的颜值把控，到了欧阳雅这一代，姐妹个个都貌美如花，就是2个弟弟也生得俊俏，长大后必定会成为众多女孩子的梦中情郎。龙家那个夹田狗走了，欧阳雅是知道龙拓在公司门口做的事，那是冲着妹妹来的，她便没有出手，由着妹妹来处理，也算准了妹妹会在那个时间回来，刚好处理龙拓。走了，口口声声说对我是真心真爱，一见钟情，2见倾心，做的事没有一件能看出他的真心。谎话说的多了，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以为他对我真的深情如海，表面老实，实则上心花花，有那么一个风流花心的爸，我才不相信他会专一钟情一个人。欧阳婷对龙拓的评分极低，不合格的分数。龙先生的风流花心不仅是 H 市的人知道，连他们 A 市的人都清楚，换情妇那是如同换衣服的。多少被他包养的女人不小心怀孕了，以为能够母凭子贵，取代龙太太的位置，谁知道龙先生是个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无情人。他的情妇几乎都怀过他的孩子，只有几个情妇实在是老实，没有野心，怀孕了才能生下孩子，就算生下了孩子也不能认祖归宗，不跟龙先生姓，随母姓。好在龙先生会给生了孩子的情妇买一栋联排别墅，请2名保姆照顾孩子和情妇，每个月的生活费定金打到账号，保证孩子的生活质量。那些不能生下孩子的情妇，大多数是被勒令打胎，若是不愿意打胎，就会由龙太太出面逼迫对方打掉孩子。龙太太也是个能忍的，老公出轨无数次，她也不离婚，只要龙太太的位置还是她的，只要她的儿女得到老公的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她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样乱糟糟的原生家庭，欧阳婷能看上眼才怪呢。基因遗传很强大，哪怕她表现得再好，也不要考虑她。鉴于龙拓长得算帅，又有龙家大少爷的身份，追求欧阳婷又追得轰轰烈烈的，欧阳雅担心妹妹最后会沦陷，就她，我宁愿当老姑婆也不会考虑她的。欧阳婷往椅子上一坐，身子往后就靠，吐槽为什么找上我，天天被他发信息、打电话、送花送礼物的举动，烦透了。是看我好说话好欺负吗？
我敢说他们龙家真正瞄上的人是大姐的，可能是大姐比我更有威严，有时候又冷若冰霜的。他们觉得大姐不好下手，才换成攻击我。欧阳雅起身，亲自去给妹妹倒来了一杯温开水，又轻捏一下妹妹的脸，笑道：“自是看你更年轻，更漂亮，瞧你满满的胶原蛋白，比姐姐年轻。”在外人的眼里，欧阳二小姐是比大小姐更好说话，就是在公司里也一样，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普通职员，敢和欧阳婷说说笑笑，但不敢和欧阳雅打哈哈。面对欧阳雅，只敢说工作上的事，与工作无关的事，连提一嘴都不敢。甚至有人私底下说二小姐一样能干，董事长却让大小姐当总裁，管理着欧阳家所有的公司，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因为欧阳雅是大姐，年龄上占了优势，不过他们也得承认欧阳雅当总裁更有威严，全公司上下下都惧怕她。她下达的任务没有人敢偷懒。二小姐比大小姐要温和很多，平易近人的，大家心里并不怕她。当家人的话，欧阳婷是欠点火候的，大姐也就比我大1岁而已。欧阳婷端起大姐给她的那杯温开水，喝了2口，说道：“姐，周末叫战远烧2道好菜。我受委屈了，替姐承受了龙拓的纠缠，我要吃点好的。”欧阳雅好笑的道：“战远每天烧的菜，哪一道不是好菜？哪一道不是你爱吃的？我发现只要是战远做的菜，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你都会吃得津津有味。那是他做的菜就像有一股魔力，百吃不厌呀。”到目前为止，他成为大姐的私厨也有2、3个月了吧，亦或更久，我是感觉很久了。大姐还没有吃厌他做的饭菜，没有要换私厨的想法。欧阳婷话里带着点调侃的味道，她继续说道：“我觉得战远能打破过去所有私厨的记录，成为工作时间最长的私厨。